您好，欢迎持续锁定新闻大白话，我是韦佳琪。这一节要带大家来谈谈目前最新的国际局势。加入我们这节的来宾，包括有国际战略学者林玉芳、林委员午安，大家好；以及我们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赖老师午安，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以及我们的国际政治观察家方恩格午安，大家好。好，那我们今天一样先带大家来谈谈这中东的局势。相信大家最近转开新闻都会看到，中东的局势是相当的紧张。首先，我们带你看到的是伊朗公布了高超音速飞弹的发射画面。你可以看到呢，伊朗发布的这个法塔赫2导弹的发射画面。伊朗军方是指称呢，这是伊朗首次使用法塔赫2高超音速巡航导弹袭击美军基地。那么另外一个影片呢，我们也带您来看到的是美国爱国者的防空系统哦，它是造价很多钱，但是多次都未能击中伊朗的导弹。透过我们的画面，你可以看到呢，3个的爱国者飞弹发射之后都没有办法有效的拦截。大家都知道，这爱国者的飞弹造价其实是相当的不低哦，它都没有办法拦截到一枚伊朗的弹道飞弹。随后呢是击中了卡达的乌代德空军基地。那么伊朗的法塔赫2飞弹呢，有末段变轨的机动能力。我们这里来看到的是法塔2的末弹道的具备的水平跟垂直2个方向的机动能力，在突防对方防空体方面会有明显的变化。而现在呢，伊朗的这个领袖哈米尼被斩首之后，他们也要发动了斩首行动，发射弹道飞弹突袭以色列的总理府。伊朗革命卫队第10波的军事行动使用了海巴尔弹道飞弹，袭击的目标呢是特拉维夫的以色列政府办公区以及海法的军事和安全中心以及东耶路撒冷的部分地区。伊朗称击中了80美军基地指挥部大楼。第14轮的攻势，我们可以看到呢，向美军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呢发射了20架的攻击型无人机跟3枚的弹道导弹，并直接命中，完全摧毁其主指挥楼。那么美军首批阵亡已经来到了6个人死亡。CNN 爆料，伊朗直接命中毫无警报的卫星影像，现在也跟着曝光了。那么伊朗直接命中科威特的一个临时作战处，那么现场毫无警报预警，卫星影像显示呢，遇袭的建物起火燃烧，地面已经是焦黑一片了。而我们带你揭秘这个伊朗的报复军火库的地方，千枚飞弹瞄准美国跟以色列，神秘的地底飞弹城现在可以说是随时开火的状态。伊朗的首波打击主力为射程150到800公里的短程弹道飞弹，包括了征服者系列这一类的飞弹呢，特点是能以饱和齐射的方式来发射，极大的压缩美以防空系统的预警跟拦截的时间，真的让美国跟以色列呢压力倍增了，是射程1500到2500公里的中程弹道飞弹。主力型号包括了流星3、伊马德等等，这类飞弹确保了伊朗能从其境内的任何角落精准的打击像是卡达、阿联、科威特等美军设施与指挥中心。那么现在美驻利雅得大使馆也遇袭陷火海，美国总统川普是强硬的回击了。路透报道呢，位于利雅得南部的美国驻利雅得大使馆发生了爆炸后起火燃烧。美国总统川普就跳出来讲，你们很快就会见证到美国的报复。伊朗称向美国林肯号航母发射多枚的巡航导弹。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表示，伊朗海军向美军林肯号航母发射了4枚的巡航导弹。袭击发生的时候，该航母位于距离伊朗恰巴哈尔海岸大概是250到300公里的海域。美国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只是我们要带你看到的是，现在川普怒了，是不是还有一波更大的呢？因为川普不断的放话，攻击大浪潮将扑向伊朗，不排除要出地面部队。所以呢，他说他不会这么说，但是对于派出地面部队，他并不感到胆怯。谈判能力不足才打伊朗吗？有人就挖出了川普13年前是怎么讲的。他在 X 平台说：“记住，我很久之前就预言过，奥巴马总统会因为缺乏谈判技巧能力而攻打伊朗。反观他现在攻打伊朗，是不是他也缺乏了谈判能力呢？”那么，美国第一夫人主持联合国的儿童议题会议，我们看到在228这一天，这个伊朗南部的一所女子小学遭到了飞弹袭击，造成了至少153人丧生，数百人受伤，而且呢，死者大多数都是儿童。这样的画面令很多人觉得非常的心酸。不过，你可以看到，过没有几天，川普的太太梅兰妮亚。那么主持联合国安理会的冲突的儿童议题，他说美国愿与全世界所有的孩子同在，
愿你们迎来和平。有人就说十分讽刺，因为你老公就是破坏和平的人。好，现在伊朗7个地方的医院跟急诊站也被打击了。美国跟以色列持续对伊朗的居民区进行无差别攻击，包括医院、学校啦等等的设施。那么这些行径也严重的违反了国际法。我们先来请教一下赖老师，你怎么看现在目前的中东局势呢？目前的中东局势没有赢家啊，我们很明显的看到，美国跟以色列没有赢得这场战争，伊朗也没有赢得这场战争啊。伊朗本身啊，在第一天的时候就有49位领导人被杀了第一天刚开始的时候，川普说是48位，后来又加了1位，49位，但是没有因为这样就把这个伊朗的政权推翻没有。但是我们也看到，美国跟以色列他们这一次承受到伊朗的更有诚意的的一个攻击对，而且很明显的损失已经越来越扩大了死亡的人数一直在增加中从第一波他们宣布就有3人死亡，5人重伤，8人轻伤跟脑震荡，然后又说8人已经恢复工作了，但是现在的死亡人数已经提升到4个人了，然后重伤的人数已经有预报说应该最少超过4、5个人以上，然后在经过不断的轰炸的过程里面，包括美国驻这个沙特的大使馆都被炸到了，还有我们看到在巴林的这个有关于8爪雷达的这种被摧毁这种还有这个其他的防空罩都被攻击，以及在科威特美国自己说的说是科威特他们误击了美军的3架F-15的这个战斗机等等的这些美军的死伤的人数，事实上是慢慢的一直在扩大的过程里面。那这代表什么呢？代表就是说，伊朗本身它可以用无人机对于短程的，还有低空的还有就是比较有价值的东西进行攻击。无人机的拦截爱国者3它的拦截效果很好，可以高达90%以上。可是问题就是爱国者3的1枚是400万美元，而无人机就有2万美元。那这个造价不成比例，落差很大。落差很大。第二个呢，就是说伊朗的无人机到底有多少当时有人估计至少8万架以上。那如果说美国跟以色列的第一波的攻击能够摧毁大半的话，那可能他还比较放心一点。可是问题就在于没有任何资料显示出伊朗的无人机遭到很严重的攻击。我们假设就是说它还有1万架的话，那你想美国的爱国者3剩下几枚呢？第一波的使用量已经超过1000多枚了。那以目前的美国的制造能量，在2025年的资料显示来看的话，只能制造600枚爱国者3，那对台湾来讲的供应都不够了，包括对乌克兰的供应也都不够。那目前来讲，在第一波使用掉1000多枚的爱国者3的情形下，美国还能够满足它多少在中东地区的这些设施，以及这个中东的相关的国家向美国购买的爱国者的导弹，它本身还有多少存量还有多少消耗量？那以现在的伊朗的这种打法，其实它就是一方面在战略上的目的是希望海湾的国家本身不要向伊朗施加压力，应该你要转向美国施加压力，这是他为什么要打海湾相关国家的一个原因之一。第二个呢，就是大量的消耗美国在中东地区所部署的这些军事基地的爱国者跟萨德的这些导弹。如果他能够大量的消耗他的这些导弹，到美国没有导弹，也就是没有爱国者没有相关的导弹可以使用的话，那他等于是帮忙他的外溢的这些包括伊朗的盟友，包括也门的胡塞组织，包括在伊拉克的民兵组织，以及包括真主党等这一些，对美国在海外的军事基地进行更多的打击，包括在约旦的美军的军事基地都可以进行打击。也就是说，如果美军的本身的防空系统的能量越来越弱，那它被突穿的可能性就越来越高。这个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布局并不利。另外有一个部分里面，我们看到了这一次对美军的军事基地，以及对于以色列的这些重要的，包括它的淡水化合器的工厂制造攻击，它所使用的是超高音速的导弹，它的拦截并不是不能够拦下来，但是问题就在于拦截比较弱
而且呢，要用更多的防空导弹才能够拦截住以色列的这些中程的弹道导弹。美国跟以色列第一时间里面说，他们至少摧毁了伊朗的一半左右的这些中程跟中短程的导弹。可是如果按照之前我们所评估的，伊朗的中程导弹大概有2000枚，中短程的导弹大概也有2000枚。假设美国跟以色列的情报是落实的，那被摧毁一半的话，那至少还有1000枚。如果伊朗本身在有节奏的搭配无人机跟中短程的导弹的这种交叉的使用的话，那这个对于以色列未来的防空铁穹系统，它本身的效能越来越低的时候，它被突穿的能力的几率就越来越高。这个对以色列本土来说也不是好事，对美国的海外的军事基地跟大使馆都不是好事。我最担心的另外一件事是外溢，也就是伊朗把他的这些资金、技术人员跟弹药运送到其他的欧洲跟美国的国内，来对于美国的境内进行另外一种我们都不愿意见到的无差别的恐怖主义的攻击。这个在过去2001年跟2003年美国打阿富汗跟打伊拉克之后爆发出来的20多年前爆发出来在欧洲的这些恐怖主义、国际恐怖主义的攻击，其实我们最不愿意见到。但是如果它一旦发生，我想这个对我们不愿意见到，美国社会也不愿意见到，这个对特朗普政府来讲都要处理。所以，川普在这一次接受美国《纽约邮报》的访问的时候，他提到的他的政治目标调整了，从推翻这个伊朗的政权转到说防止恐怖主义的外溢。我想他可能在情报上抓到了这些消息。最后一点就是，我觉得对于川普的本身的夫人来说的话，他真的是不需要这么的难堪，因为他这次在联合国主持安理会的会议的时候，刚好就是在美国炸死了这个伊朗的小学，100多人死亡，有90几个人受伤。我觉得这个对于这个川普的夫人来说，真的是很难堪的一件事情。好，不过讲到武器，我们也要问一下我们国内的专家林玉芳委员。委员，您怎么看？目前呢，很多人都说了，现在这个美伊打仗就是看谁的弹药先到了尽头。那么现在的确是交战当中，这两边都已经有非常剧烈的攻势，您怎么看呢？这样子，现在真正的关键就是说，伊朗有多大的报复的能力？对。这最主要是指它的飞弹跟它的无人机啦，尤其是飞弹，尤其是所谓的高超音速的飞弹，因为它不容易拦截嘛，哈。那以色列说它已经摧毁了一半的飞弹，现在问题在这里，它究竟有多少弹道飞弹，短程的、中程的，究竟有多少枚？有人说2000枚，以色列估计2500枚，那也有资料显示说3000枚，那不管怎么，以色列它摧毁了一半，那摧毁一半的话，那就可能还剩下1000枚到1500枚，那1000枚到1500枚，现在的这个把各国的官方资料集中起来看到昨天为止，伊朗大概已经发射了400枚的飞弹，加上800多架的所谓的无人机。这个所谓的估计其实要估到非常非常准，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因为有的飞弹是飞到很遥远的地方。在旷野地方掉下来，没有办法数，对，估计的那么准啦。不过已经发射几百枚，大概是真的，因为这个像这个卡达啦，他们都有计算。譬如说卡达来讲的话，他就以色列射了104枚，然后他说他拦截了101枚。那无人机呢射了39架，他拦截24架包括打下2架的苏凯24。所以大概就是几百枚，所以现在要讲的就是说，它的弹道飞弹生下来的里面有多少是像法塔，尤其是法塔2型那种很好的超高音速的飞弹，如果它还剩下，譬如说500-600枚的话，那这个会是一个大灾难。对美国、对以色列来讲，对周遭国家会有个大灾难。但是不是有这么多呢？我们真的不晓得。因为看这几天的情形，我的感觉是这样：真正带来的伤害，对以色列、对美国带来的伤害是有限的。到目前为止譬如说我们刚刚讲的士兵死亡，美军的死亡是6名，已经到6名了因为他们后来在那个被摧毁的那个科威特的临时指挥中心的
炸毁的地下又挖出了2、3具尸体出来，所以现在一共有端键是6个人，重伤的大概是18个人，所以可能会继续有死亡的消息出来。但不管怎么，这个战争打到目前为止啊，其实美国受创算是有限，以色列呢大概就死亡人数大概20个人，当然这个受伤的人数一定是比这个人数要多很多，对，但是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很大的伤害。那是不是伊朗隐藏实力，要到最后的阶段它才出来呢？可这有一个危险在哪里？因为你隐藏实力，美国、以色列不断的天天这样炸你，你隐藏的实力就慢慢被消耗掉。所以你真的有本事的话，不有本事，就你如果还有法宝，应该在很短的时间创造最大的创伤对你的敌人。可目前还没有看到这样的创伤被创造出来，所以究竟它有多少高性能的导弹？到目前为止，其实不太清楚。好，我们持续来请教一下恩格。我们想问一下因为过去美国总统川普在他还不是总统的时候骂奥巴马，他说谈判不足你才会去打伊朗。面对现在他去打伊朗，是不是换个角度想，是他谈判能力不足呢？首先我要感谢赖老师，因为赖老师说不能排除伊朗会在欧美发动恐怖攻击。那这个就显示为什么美国跟以色列要处理这个国家，还有这个恐怖一直以来支持恐怖集团的这个国家，还有这个圣权的这些分子，所以谢谢你提醒大家，这个国家真的是不可信，而且不是对国际社会有任何一个正面的贡献，这个恶劣的国家。那有关川普，其实我们知道川普过去他一直批评前几位总统做这个所谓的 nation building，派地面部队，不管是在伊拉克或阿富汗，这个是川普长期批评。但是其实我们都不知道，我们都是在外面，我都是局外，我们不知道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同意进行这个行动或许有获得相关的情报，尤其是有关核武。但虽然去年川普说伊朗核武计划，他一直用 obliterated， 但是很多相关新闻说不是完全，不是100%处理掉。所以或许美国和以色列有相关情报，那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不得不有行动？但是我再次要强调，这个国家伊朗，不管是对区域安全或对欧洲、美国，真的是一个一直以来已经40多年的快50年，造成全球威胁一个国家很多不同方面，比如说支持恐怖集团，不管在中东或其他的地方，印度卖一些军事科技给不管是哪一个集权国家等等，所以不管是以色列、中东其他的国家，其实都很支持美国有这个行动。虽然中东国家的主张是希望谈判过程可以继续下去，对，但是他们也不会反对美国跟以色列有这个行动，真的，因为他们也一点 not trust， 对伊朗没有任何信任，而且伊朗对他们也是好大的威胁，所以其实区域国家也是很支持美国这次行动。好，那我们都持续带你来看到的是新华社最近有个影片现在是讨论度很高，是什么影片？我们先带你来看一下。Welcome to the newly launched Board of Peace. Our first agenda item, Iran. For stability, as usual. 好，你看到这个影片呢，我们现场的来宾都会心一笑。为什么？我们可以看到象征美国的白头鹰宣布，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刚成立的和平委员会这时候呢，排版上的 board 突然掉下来变 board， 那么就变成了厌恶和平。白头鹰接下来宣布，我们首要的议题就是伊朗，顿时全场惊愕。这样子的影片呢，在海外的社群媒体发布不到24小时，没想到竟然就有上百万的流量，所以见得很多人都在关心这个议题那你可以看到，现在中伊外长已经通上电话了，
大陆外长王毅怎么说？他说支持伊朗维护自身正当合法的权益。只是我们带您来看到的是，他已经跟这个伊朗外长阿拉奇通电话了。他说支持伊方捍卫主权领土的完整跟民族尊严，但是支持伊方维护自身正当的合法权益。上合组织现在也发生了需确保伊朗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的完整，认为使用武力是不能接受的，必须确保伊朗国家的主权、他们的领土完整，向伊朗政府和人民表示声援跟支持。那么我们持续带你来看到是伊朗的无人机，它现在也空袭到了英国的空军基地。英国的首相强调，我们不参战，因为他们已经汲取了伊拉克的教训，那么不会加入美以联军对伊朗的空袭行动。出借塞浦路斯基地只是支持盟友在当地的英国人民集体自卫。那么，川普对于英国首相的立场，他现在就讲了，我对你是非常的失望，因为斯凯尔曾经阻止美方使用查戈斯群岛上的军事基地来打击伊朗。那么呢，他说斯凯尔的态度转变花了太长的时间了，在两国从未发生过，一开始就应该允许美国使用这样的基地啊。像现在不止英国，包括了西班牙，他们也拒绝美予以提供基地，15架美军机现在已经离境了。他说，西班牙不会允许其境内的军事基地被用来伊朗发动攻击。好，那么飞行追踪网站的数据显示，已经有15架的美国军机从西班牙的南部，那么已经来离境了。现在川普打完伊朗，全球会不会承担这样的后果呢？因为有评论就讲到了，他只管砸场，但是砸完了之后，他是不是就走人了呢？史诗之怒斩首哈米尼，经济学人担心，那么秀完肌肉之后走人了，对于世界来说，这无敌破坏王统治的新世界里面，美国不再费心推广民主价值，而是毫不留情的展示毁灭性的绝对力量。那么对于世界来说，会有怎么样的影响呢？好，再来带你看到的是，现在伊朗他们宣布封锁荷姆兹海峡。美国情报单位评估这个水雷的数量是相当的惊人，因为他们宣布呢，这个海峡关闭。只要有船只通过，他们就对这边的海域的船只来开火。所以美国情报部门就统计了，这边大概有6000枚的水雷，包括了漂流的、吸附式的底雷跟这个细薄水雷。伊朗放话不准一滴石油流出，所以油价可能会上看每桶$200。美伊战火呢，现在72小时烧遍中东。英国媒体就说了，波湾国家防空弹药可能会弹尽援绝。中东之眼的报道，前美国官员透露，至少有一个遭到伊朗攻击的波湾国家，曾经跟美方询问补充自美以联合攻击伊朗以来已耗尽的拦截弹库存，但遭到了冷处理。所以看得出来，现在的中东局势其实是相当的紧张跟吃紧的。赖老师，您怎么看呢？是的，中东的局势紧张吃紧，而且也影响了全世界的经济、股市金价还有就是油市等的发展，影响很大。我们强烈的反对国际恐怖主义，其实我们也同时强烈的反对国家恐怖主义，我们的两个都反对那什么叫做国家恐怖主义呢？就是说一个国家它违反了战后的，尤其2战结束之后的这种，我们都只知道战后的和平主义是全世界的联合国的基本的共识。换言之，也就是说，我们全力的反对这个无视于联合国的存在，无视于联合国安理会来决定能不能使用武力来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的这个机制，完全抛弃联合国，无视于安理会的这样的一个功能。更何况就是整个摧毁这个世界的这个国际秩序，摧毁了这个和平主义，采用先发制人，特别是小布希的先发制人已经把国际社会秩序颠覆得一塌糊涂，可是他还会伪装找鲍威尔鲍威尔伪装一个肥皂粉，说我们因为发现伊拉克有这种这个合成化武器，而且是他已经做出来了，所以是立即的马上的对国家的生存造成危害，所以我不得不采用手段。现在的美国更厉害这个川普跟他的团队更厉害是遥远的未来还没有发生的，也就是遥远的未来，伊朗可能会发展核武。遥远的未来不是现在因为他现在的浓缩铀还不能做出核子武器，而且国际原能委员会背书了，说对不起，伊朗没有办法制造核子武器，而且他现在也没有意愿要制造核子武器，而且他在谈判中也有诚意说他不会制造核子武器，所以他没有核武，也没有核武能力。可是有一个国家有朝鲜
朝鲜有核武了，可是美国不敢打它；没有核武的伊拉克海珊敢杀啊，没有核武的伊朗的哈梅内伊敢杀啊，这个就是很特别的。也就是说，遥远的未来它还没有核武，那因此可以打。然后遥远的未来，它还没有洲际弹道导弹，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本土没有构成威胁。它没有洲际弹道导弹，而且还没有能力。美国的专家认为说，最快要10年，它才有好遥远的未来。我要先发制人，因为它对我遥远的未来的安全会构成威胁，杀，然后都无视于联合国的安理会，无视于国际法，无视于美国的法律哦。因为美国的法律说，国家的元首发动战争要经过我国会的同意，但是问题就在于这一切都无视于美国的国内法律，所以美国有很多的法学家认为，川普的这个行为已经违反了国内法，也违反了国会的战争权的宣布原则。现在美国的国会也要求要审议说这个问题只是因为美国的共和党掌控的国会，如果民主党今天掌控国会，我相信美国的民主党的国会美国的国会可能就会认为川普你这是违法的，但是现在是因为共和党执政，所以从违法到不违法，完全可以在美国的国会里面畅行，这也是人类间非常特有的政治设计无视于法律的原理。我想 Russ 他是学法律的，所以他很清楚的知道美国的法律跟美国的宪政的设计，我想很清楚另外，在国际舆论上更有趣了，国际舆论很有趣各位观众朋友，您知道法国、英国、德国等。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等政治的领袖都支持伊朗，都支持美国采取军事行动。可是问题就在于，同样的欧盟，西班牙反对，挪威反对，还有呢，法国的舆论主流媒体之一 Le Monde， 还有大部分的媒体 Echo 等等，他们都认为川普的这个行为破坏了国际的战后的和平主义，而且破坏了联合国的威信，也破坏了安理会，所以形成了。法国的社会舆论认为川普的行为是违法，而法国的总统支持这个川普的行为，你看分裂了，这代表什么？社会有良知的人认为川普不应该越过安理会的决议，直接对一个国家发动攻击，而政客考虑到政治利益他支持这个攻击，我们就可以知道，原来联合国就不再重要了，联合国的安理会也不再重要了，干脆都推倒算了，那干脆。把这个联合国在纽约的这个大会把它结束掉算了，干脆不要了。世界就是一个强权公理的一个时代，我们觉得这样好吗？不好吧？好，那我们持续来问一下，就是吴玉芳委员，你又是怎么样的看法呢？我觉得现在这个战争真的要停止的话可能要有一个经济的因素，可能要非常重要。你知道那荷木兹海峡是谁在控制？主要是伊朗在控制。每一天通过荷木兹海峡的那个石油有1400万桶到1500万桶，这占了全世界用海运这个石油的量的20%到32%。尤其我们台湾的石油大概有60%是经过荷木兹海峡这样运出来的，跟像沙特阿拉伯科威特这些国家买的石油。所以你这个现在油价开始上涨。而且，如果这个战争持续，油价一定会越来越涨。好，那个股的股市都被打击。你看日本的股市今天重创大概跌了1600点吧。所以台湾也是重创。所以到经济的因素，经济其实才是最大的、最重要影响国际事务的那个因素。到大家都活不下去的时候，你说这个战争不结束的话，搞不好第一个受害最严重的就是美国，尤其是川普跟他的政党，因为你这个油价往上走，物价跟着往上走，那你这个谁当总统，谁的民调一定是往下走所以到最后就会撑不下去。只是说这个时间要来得多快不知道，那也取决于究竟伊朗封锁荷木兹海峡能力有多强。如果他每天有事没事发这个无人机这个自杀无人机或是这个导弹，然后就攻击了这荷木兹海峡附近的这个船只的话，那我看这个海峡就没有船敢走了保险公司会赔不完了所以这个最后就经济的因素大概是最重要。不过不管怎么样，我个人是反对任何形式的战争，我从来都是一个和平主义者。
我认为战争是让很多无辜者对他们造成非常惨的死亡。你刚才讲女子学校，那个伊朗女子学校被攻击，死亡的人数是175人，95%就是那些小女生。这是个女子的小学。那这些小孩子，我坦白讲，我对伊朗这个政权我是不喜欢的。这个政权太保守、太僵硬、不民主，而且残忍。你看他随便就抓人就去关，甚至把人家处死。这个政权是坦白讲是不对的。可是呢，用战争来解决他的问题，伊朗的问题还有触犯到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主权国的权利，你要不要尊重？你是不是一个国家不喜欢另外一个国家，你随时可以就是派兵去把总统给抓了，到美国去审判，或是我就派兵把你给打了。这个可能不是太好。所以我不是赞美伊朗，我是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去看待这个问题。譬如说，你川普今天写了，他很高兴嘛？你看我们做成功，把伊朗打得多惨。可是你想到这死亡多少人？美军死亡的美军那6个人，他们为什么就一定要死在遥远的中东，而不是在美国？这个所以任何的死亡，对死者来讲伤害反而是最少的，对他的家里人，对他的朋友，那种创伤是终身没有办法移除的。我认为川普需要检讨的一点，最明显的，这个核子协定是奥巴马的时候跟伊朗达成的协议，欧盟这些国家也都支持。你为什么川普上来以后偏偏把它撕掉？你如果没有撕掉这个核子协议的话，你 IEI 这个国际核能总署，你可以派人会同其他国家对它进行严格的检查跟监控啊。所以你撕掉它，这个就是变成这个战争的影子，那个脚步就会越来越近嘛。所以不管怎么样啦，我不喜欢伊朗，但是我对川普用这种方式，动不动就用战争来处理这个他对其他国家的喜欢或不喜欢，我认为是不好的。好，我们持续来请教一下恩格，那你的看法又是怎么样呢？我也是希望川普总统按照美国相关法律是到国会去通过相关的决议，但是问题是，就像赖老师有提到，民主党都会反对，那只有几位共和党参议员跟众议员也会投反对票，但是问题是，即使第一次通过的话，两院通过的话，参议员、众议员通过的话，那总统就会否决，没错。但回到国会复议的时候，就不会通过。所以其实整个过程就是一个 waste of time， 真的是一个浪费时间，大家都知道。那如果要走这条路的话，要办理的话是可以办理。我也是希望按照相关法规是可以请国会讨论通过决议。但是最后的结论大家都知道，川普会否决，那没有复议的时候是没办法通过，这也是一件事实。这赖老师刚提到西班牙 ，Who cares？ 真的对不起，西班牙虽然是一个重要的经济体，但是在全球的重要议题，不管是政治、外交、军事等等，西班牙没有扮演重要的角色，而且这个现任总理一直以来常常批评川普，所以。只要川普说 yes， 这个西班牙总理会说 no； 川普说 bye， 他会说 hey。所以其实川普一点不在乎，而且我相信这个战争结束之后，川普还是会报复西班牙这个小国家，这样愿意批评美国，川普不会忘记了。那法国呢？其实法国二战之后一直对中东有一个奇奇怪怪的想法，你应该比我更清楚，他们很迷恋伊斯兰国家，这法国一直以来都是这样，或许是因为长期殖民那边，所以还是有这个感情了。所以只要美国在中东有这个动作的话，法国批评真的是完全是不意外，真的。但是不管是法国或西班牙这么说，我们知道一件事情，根本不会影响到川普的决策。他不会因为这些国家反对而停止这次的行动。那川普还有昨天战争部长记者会的时候也说得很清楚，那总统有设定一些目标，那美国会继续达到目标为止。对，那这个是不管我们可以在台湾节目批评
其他的国家也可以批评，但是总统已经决定了。就是决定了。好，我们持续带你来看到的是，那么现在川普总统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了这个美伊的这个战争上面的话，那川习会呢？即将登场的川习会还会登场吗？会不会月底访陆？那个北京到现在还没有证实。我们带你看到的是大陆外交部的发言人就说了，中美两国元首互动保持着沟通，但具体的问题没有任何讯息可以提供。所以有人就说，是不是还埋了一个伏笔呢？美伊开战会不会影响川习会？彭博说，美洲官员下周就会会晤铺路。而且可能谈到跟你我息息相关的就是台湾。知情人士透露了，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跟中国国务院的副总理下周末即将在巴黎会晤，这是美国最高法院推翻对等关税之后，双方经贸官员第一次来磋商。那么双方可能讨论中国承诺购买波音飞机跟美国黄豆。还有就是台湾的议题。好，川普在中东的武力展示造就了中国可以利用的弱点了吗？北京可以再次利用其关键矿产资源方面的优势来制衡这美国的军事行动。北京乐见美国将稀缺的弹药与拦截弹用于次要的战场。由于现在呢，这些制造弹药你也需要一些稀土嘛，那么中国就掌握了这关键的资源，是不是等于他们也有一些筹码在手呢？油价的冲击造成最大的损害也将落在川普的身上，他希望11月的期中选举前能够控制美国的通膨，这一些都可能在川习会上是双方角力的重点。那么我们持续带你来看到的是，现在辉达。那么它 H200 对中出口在受限吗？那么美国船将单一陆器采购上限调整到75000枚。那么呢，他们说是否限制辉达向单一中国企业出口 AI 加速器的数量？如果拍板定案，这家晶片的制造商重返中国这个关键市场的努力将会面对到更多的障碍。那么有人就说了，川普对付中国的筹码是不是剩下的不多了呢？我们再来带您看到的是，现在日本的部分，日本避免评论美国攻击伊朗的事件，暂不释出储备石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态度是说，那么他是希望藉由外交努力来平息事态。他今天表示，本月稍晚访问美国的时候，将跟川普坦率的来讨论所谓的伊朗跟中东的局势。读卖新闻就解读了，高市早苗避免评论美以对于伊朗动武。朝日电视台指出，他即将访美，这项议题也陷入了两难。那么他干脆现在就先不要来评论这件事情。好，那么现在美国动武，日本躺枪了吗？因为日本要面对的是美国造成的存亡危机事态。那么北京日报报道，那么日本大宗的商品市场原油价格已经飙升到过去13个月以来的新高。那么战争当然都会造成了物价的飙涨。高市早苗呢，他承诺要对于高物价采取措施，恐怕在美国这样子的局面之下也会失效，所以造成了一个所谓的存亡危机事态。中东的军事冲突会不会来影响油价？现在看起来是肯定的了。日本加油站现在涌入了大量的车潮，因为日本使用的原油90%是来自于中东。那我们都知道，现在中东的局势很危险，那么势必也会造成油价的影响。所以日本有些民众有预期的心理，赶快到加油站去排队，先加先赢。好，2026年第一次，日本防卫省公布中国2架的运九机穿越了宫古海峡。那么在228穿越了冲绳本岛跟宫古岛之间的水域，进入了太平洋后。那么呢，就反转，再度穿越同一水域返回东海。日邦也随即派出了航空自卫队，那么西南航空方面对战斗机紧急的来做应对。我们先来请教一下赖老师，你怎么看现在日本他们的态度呢？我觉得日本他目前面对的两难啊，因为高市早苗在3月19号就要到美国去访问了，这是他之前宣布的，那会不会改期，我们不知道啊。但是对于高市早苗来说啊，以他现在的情况是几乎是完全依赖中国大陆的，因为他跟他的周边的邻居基本上都没有搞好，他跟大陆的关系恶化了，他跟朝鲜的关系更加的恶化，他跟俄国的关系降到冰点，就是俄国的总统普丁他自己明白的说，我跟高市的关系已经到冰点的一个地步。那也就是目前来说的话，这个高市他过去还可以从俄罗斯那边获得的天然气啊，现在是完全断绝了。所以对于日本来讲，在安全上它完全依靠美国，然后在能源的供应上，它过去90%是从中东地区来的。那现在伊朗已经把这个赫尔木兹海峡做暂时的封闭，可是这个封闭啊，也会造成时间有多长？
其实日本他们现在在审慎评估，为什么？因为他们的股市已经连跌2天，而且都是重挫。昨天也是跌了1000多点，今天还是在跌1000多点。如果它将一直连续的重挫的话这个对日本来说，其实这个危机越来越拉长了。那如果以川普的态度来看的话，就是说他从过去说我只打5天，现在说打4个礼拜，如果再往长延伸，但是川普是会改变的。因为川普可能哪一天他又心血来潮的就说好了，那就打2个礼拜，也可能哪一天国会明天要审了台湾的时间，那国会如果表达意见，川普就说我尊重国会的意见。好，国会说不打了，那我们就不打了。那这样的话，可能又就大家都皆大欢喜，美国 happy， 我也 happy， 大家都 happy， 大家就过了那也就是说，打完了就算了那就再恢复谈判那库什纳跟这个美国的中东特使到底还有没有信用可用，我们都不知道了。因为阿曼本来说这次谈得很好我们已经要进入技术性的谈判了。库什纳其实也没有否认中东的特使也没有否认说，我们谈的有进展，因为大方向是伊朗已经确保说我绝对不会发展核武，而且也向中国大陆保证说我绝对不会发展核武。那现在的要解决的问题是技术性的问题，就是说你的浓缩铀要不要交给第三国保管？给中国保管还是给俄罗斯保管？那你剩下的浓缩铀，那我要在核能有那个国际原能委员会有效监督下，要稀释到多少？3.67%还是更低一点，只能作为核能的发电用？那就是另外一回事，那是技术性的问题。本来是这礼拜谈技术性的问题，结果28号就突然间打起来。那库什纳到底是事先知情还是事后知情？如果他事先是不知情，他等于是川普利用他的女婿把他的女婿的信用都破产了，他变成一个工具也就是说，谈判原来是诈术，真正的我是要打。那库什纳被出卖了，连女婿都可以被利用，这不太好吧？连密友都可以利用，这也不太好吧？但是如果他们2位事先就知情，说我们的谈判只是一个幌子，一个诈术，就是要打，那这2位就没有信用了。以后他们谈什么，大家都会说，会不会又是一个工具好。那现在对日本来讲，他难的地方就在这里他批评川普也不对，不批评也不对，然后对中东国家的感受他还是要考虑。那这个到底该怎么办？对于高市早苗来说，他也束手无策。我们很明显的，他干脆去助选又被人家骂所以现在对高市早苗来说的话，其实如果股市一直跌，油价一直涨，物价也开始在涨，然后这个战争又没有办法平息。而川普又没有事先告诉日本说我要打咯，所以你要自己准备好一个预案措施。但是很明显的，日本是被蒙在鼓之外了。所以 G7 的所有的国家6国没有一个国家知道这个川普要打仗了，但是只有以色列知道，就这2个国家知道，其他的6国盟国都被蒙在这个鼓之外。我觉得这个盟国基本上来讲做的真的很憋屈不要这么憋吧，有点人格。国格。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回来带您继续讨论。欢迎回到新闻大白话。那么现在美伊局势这么紧张的状况之下，我们来问一下这个玉芳委员，你觉得这个川习会还会如期登场吗？我认为会了因为对川普来讲的话，他一定要去了，因为他可能他的感觉是，我拿下了委内瑞拉，我现在那个古巴呢摇摇欲坠，然后现在这个伊朗也被我整得一塌糊涂，所以我是用着胜利者的姿态来跟你习近平见面，因为委内瑞拉也好，这个伊朗也好，都是卖很多的石油给中国大陆嘛。他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我觉得他要去的原因，就是认为他是胜者前来的这种感觉嘛，但是这里面会有一件比较负面的东西，就是习近平怎么看待这个事情？习近平一定会觉得说你这一阵子到处在整人，到处都在打击跟我关系的不是朋友，那你现在来这里，那你讲的话我会不会相信你？好，我该不该相信？我认为那个气氛不可能是会很好的因为两者之间在较量，在国际政治舞台，在互相竞争，
已经是很明显了。那这个竞争的过程中，川普认为他赢了，他现在这个姿态更高了。那你习近平的感觉，他当然会觉得心里不是那么舒服啊。尤其你川普现在你讲什么话，大概两者都不会相信啦，彼此之间都有疑虑啦。所以你说他们能够谈出什么样很具体的结果，能够解决中美这么多年来的那样的一个斗争所产生出来的嫌隙，我认为是不容易。至于讲到稀土的问题可能大陆应该他也知道，稀土这种东西，大陆占了最大便宜，是因为它对矿产的这种掌握包括从非洲的那个掌握，然后跟开发的技术。但是这个不是非常了不起的东西，地表上其他地方也有稀土，然后呢，这种方法慢慢可以发展。譬如说，澳洲它现在生产稀土的能力就强化了很多，因为美国投资下去嘛。所以中国大陆大概也知道，这个稀土慢慢作为它的一个谈判的筹码，那个效果是会递减的。所以大陆大概要开发出其他的谈判的筹码，不能都一直依赖稀土的。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回来带您继续讨论。好，我们持续要来请教恩格，恩格你怎么看？那个川习会现在会如期登场，那么川普还有很多筹码吗？说实在，我一直认为川习会要等到川普总统真的上飞机起飞，才确定真的会成事才算数。因为真的有太多不确定的因素，而且我这个看法是美国攻打伊朗前就有这个想法，因为不管是中日关系、两岸关系、南海议题、香港议题、贸易议题。其实有太多议题是中美关系没有那么好，这个大家都知道。不管川普多少是说我习近平是我的好友，但是真的有太多这些潜在的不确定因素会影响到这个川习会，或者如果中方一直不答应美方说川普来的时候我们会宣布，比如说卖多少架波音客机或卖多少辆黄豆。对，如果中方不同意或中方愿意买的量没有达到川普要的话，那就会取消。这个我相信是可以发生，因为按照川普过去的 style， 他可以今天在 Truth Social 发文说Xi Jinping, I give him a chance， 但是 he doesn't want to buy 黄豆什么的，这个我相信川普会突然会做，那就取消了。所以会不会去？其实我觉得目前是不知道。但是美国攻打伊朗会不会影响到川习会？我觉得这个不是中方最重要的考量，真的。我觉得我刚刚也提到的其他的议题，可能是对中方来说是比较重要。那日本呢？那搞事照没有，他也没办法，一定要配合美国，所以即使他没有很积极的来表达我同意美国，我支持美国，他也不可能会反对，尤其是川普是支持他连任，他即将要去美国，所以其实他是很支持美国，即使他没有公开说，大家都知道非常支持美国。可是他现在压力也很大，因为他现在讲什么都不对，所以他现在只能用这样子的方式说，到了美国再说吧。他刚连任成功，怎么会有压力哦？对不对？他还有多久3-4年的时间执政，对不对？所以他应该没有压力吧？